你是不是很努力的减肥，想要练出苗条纤细的好身材，所以开始加入重训，想要维持住你的代谢还有肌肉量，结果刚开始做卧推，你的肩膀就先爆痛呢？真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啊！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会告诉你卧推的动作细节，因为如果你不太确定卧推的动作细节是什么，那你学会的肌肉伸展或者是关节囊伸展，甚至是卧推的退阶动作，效果都会变得很差。嗨，你好，我是 Oliver 教练。今天这一集我会让你一步一步的知道为什么你做卧推时肩膀会痛。以下是3个大部分的人会犯的错误。首先是第一个，很多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的错误，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就躺歪了。因为我看过很多人一躺下就直接起杠开始做，但是当你在做卧推时，如果你的身体没有躺在椅子的正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你的肩胛骨左右两边就没有办法平均的夹背，这个时候可能会一边夹得比较紧，然后一边比较容易松掉滑动，结果某一边的肩膀就会下去的比较深，那长期下来就容易造成单边的肩膀不适、慢性疼痛，甚至你的代偿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会建议你在每一次卧推之前，先徒手做一次卧推动作，来检查这3件事。第一个，你要先检查你的夹背的动作是不是两边平均，因为这代表说你是不是躺在卧推椅的中间，以及你手的两边下去的幅度是不是平均，然后是不是一样的。再来第二个，你杠铃的中心点是不是在你身体的正中间。再来第3个，两边手握的宽度有没有办法做出对称的动作。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步，因为我教了很多学生，那很多人都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就急着把杠推起来，然后就直接开始做卧推，这就导致你的动作很容易会跑掉，你的肩膀就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情况发生。在开始讲解错误2跟3之前，如果你减肥卡关很久了，或者是你在做重训时，某些角度或者是某些部位可能会觉得卡卡的，那甚至关节会觉得痛痛的，你想要有系统的学会如何正确发力，让你结束减肥后可以获得紧实纤细的好身材，那你可以到粉专私讯我课程2个字，我会把1对1课程的资讯传给你，我会带你从头拆解动作的细节，让你知道遇到错误去怎么感觉，怎么去修正，以及我会教你如何减肥不会卡关的方法，让你可以有效的减肥，让你练出紧实纤细的好身材。那因为我还有其他学生要顾，所以这个月我只能先开放5个名额。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要赶快到粉专私讯我课程这2个字。再来第2个错误就是夹背夹得太用力，这个错误是很多人被误导的观念，就是当你在做卧推时，肩胛骨一定要往后用力的夹背，但其实不是这样。你在卧推刚起杠，手伸直预备时，你的肩胛骨只要轻微的夹背，让上背稳定就好。为什么不可以一开始就整个往后卡死呢？因为你在做下去的过程中，你肩胛骨本来就还要继续往后做夹背的动作。如果你一开始就夹到底，那你当然后面就没办法继续夹背了嘛，你的动作就会开始代偿，甚至是变形。那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呢？你就会开始圆肩，或者是肩胛骨会前倾，甚至感觉到肩膀被挤压。1-2次可能没事，可是长期下来，你一定会开始觉得疼痛卡关，甚至是退步。那关于这一个，你可以在镜子前面做一次慢动作的卧推，或者是拿手机在旁边录，观察你的肩胛骨是不是一开始就先夹死，还是可以自然的随着杠铃往下的过程中往后做延伸，做夹背的动作。在第3个错误就是手肘不是在手腕的下方，这个错误是大家最容易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就是你在做卧推时，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手肘有没有在手腕的正下方，因为有一些人卧推的时候让手肘一直往外打开，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就是他的手肘的位置在哪里。那如果你手肘打越开，你杠铃就越容易会往前跑，整个推的轨迹就会变得很不稳，这就导致说你杠铃碰到胸就开始有肩胛骨前倾的问题。那重点是手肘不在手腕的下方，可能就是代表你的肩胛骨没有控制好，导致一下去的时候就出现肩胛骨前倾的情况，也容易会造成你的肩膀疼痛。
你可以用手机侧拍，看看你的杠铃往下去碰胸时，你的杠铃是在手腕的上方，还是会往前滑？你的手肘是不是可以稳定的往下移动？有没有乱跑？以及你肩胛骨的上缘有没有稳定的跟着杠铃一起往下做出夹背的动作？还是你一往下，那你肩胛骨的上缘就开始往上跑？只要做对这个步骤，你肩膀的负担就会小很多。那你可能会想说，既然手肘都已经不知道位置在哪里了，那怎么可以感觉出来我的手肘是不是在手腕的正下方？你可以先用髋握坐姿划船这个动作去感受一下，因为你做髋握坐姿划船时，你的眼睛可以微微的往下瞄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手肘、你的手腕是不是连成一条线，并且往你的胸线的方向拉。你可以想象你在划船时的手肘角度，就类似于躺下来做卧推，你就想成是你要躺下来做划船，因为他们的动作逻辑其实非常的相似。看到这边，先不要急着关掉影片，因为这集教的3个步骤，其实都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也就是所谓的动作细节而已。那我教学这么久，我总结下来，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在做动作的时候，不管是卧推、深蹲、硬举，反正很多人在做动作，只要觉得说关节啊或者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卡卡的，那他们就会想要用肌肉伸展、关节囊放松、滚筒或者是进退阶的动作，甚至是什么矫正动作，来让动作变得好像是正确的。但我觉得，就是你在学会所有的动作细节之前，先不要去急着搞那一些，因为你动作细节都不会，你去做那一些，其实就是本末倒置。你做那些事情的效果就会变得很差，你做重训健身的成果也不会变得很好。这一集就是想要提醒你，不要先急着去放松，或者是按摩关节囊，甚至是做什么矫正动作，先把动作细节调整好。那这样子才是在减脂的过程中，让你可以稳定平顺减下去的关键方法。而且这样子训练，你才不会受伤，你才不会练到后面才发现，你的肩膀或者是你的膝盖什么的才突然出事。所以记得下次在做卧推前，先检查这3点，看你的卧推动作细节是不是正确的，这样子才有办法让你在减肥的过程中不会遇到太多的卡关的问题，你才有办法顺顺的减下去。那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对，如果你们在重训时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问我，我都会回复哦。拜拜。